但是你们新加坡有那种什么密室剧本杀4点钟的时候，我听到哐当一声，整个玻璃然后全部碎了。Hello， 好久不见！哇塞，你新住的房子看起来还蛮大的哎，也很宽敞。对，就是打工人的狗窝。不错不错不错，而且你怎么又变漂亮了呀？怎么岁月的痕迹没有留在你的脸上？好了，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先自我介绍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妮娜，然后现在在一家互联网某大厂工作。之前呢是在香港念书，然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之后呢念了法律，然后在一个律所工作。律所工作了之后回了我的家乡重庆，然后去了我们新加坡的某国有银行。之后呢又自己换工作吧，跳槽来到了上海，就是开启了我的流浪人生。现在到现在大概多久了？就在上海4个月吧才。OK， 谢谢丽娜的介绍。丽娜跟我是老乡，然后我们高中其实是一个高中的，然后她是美丽的文科生，我就是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理科生呢？对的，理科生。然后我就是理科生，然后对，其实是在学校其实交集不多，是毕业之后我们俩才有了交集，相当于是从网友发展出来的感情。对OK， 那丽娜其实跟新加坡我觉得是蛮有缘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她来了新加坡2次，对不对？你来新加坡2次，一次自己来玩，然后另外一次 business trip， 然后他本身竟然在重庆的一家新加坡银行工作。让我们让他讲讲他对新加坡的印象。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我来类比的话，我觉得新加坡和香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点点相似，就是那种很现代，然后呢人们都很冷漠，但是呢就是很还是有一些社交距离吧。然后但是在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市民又会挺身而出的那种类型。比如说如果说你在香港遇到了路上有人突然滑倒，或者是说有人有紧急情况，我觉得大家都不会想象说是他在你或者是怎么样，都会跟香港一样，都是很积极的马上上去帮忙。但是呢如果在平时的这种陌生的社交当中呢，又是比较疏离和冷漠的。其实这样的时候蛮喜欢的。就你还喜欢这样的社交距离？对，我喜欢这样的社交距离，然后我喜欢就是遇到大事儿的时候，然后就彰显一个城市市民的那种态度，就是这种感觉。对，就是它该有的温度是有的，然后平时呢就可能是怎么讲，其实是慢热，就不该自己管的事儿他不会去管。对，而且新加坡很 organized 呀，就是不管是交通还是规则，还是任何的就是组织架构也好，还是就是政治结构也好，都是很 organized 的。我觉得对，这一点我也是非常赞同的。对，现在是在上海生活了，刚才说什么3-4个月，对吧？对。上海你觉得跟新加坡、香港有没有可比性？就是说有没有相似不相似之处？然后你现在对上海怎么感觉呢？就是我觉得上海也是这种大家很冷漠的社交。是不是都是大城市的通？对。但是重庆就不是这样，是不是？重庆人没有社交距离，跟你贼熟，然后那个 minus 的社交距离。就是一上出租车，司机就开始就是查你的户口，这种感觉。对，各种搭讪什么都可以聊。对。然后主要是我现在在上海呢，就是也才 settle 下来吧，就每天的生活大概就是上班下班之后回到家，就像一个就是
怎么说呢？一个蜗居在沙发上的动物，就没有什么多余的力气了。但是周末的话，如果有聚会或者是说什么约会啊，就会出去 happy。就是上海的像这种人文的文化和演出啊什么的都很多吗？很丰富，很丰富。然后，但是你们新加坡有那种什么密室剧本杀这种有但我不玩，但很多人玩的，还是蛮受欢迎。但我感觉会比国内慢一拍，就国内流行什么，它先流行一段时间，开始放到新加坡来。但现在是非常非常活跃的一个东西，就大家都还蛮喜欢玩的。我会觉得你是因为上海丰富的文化生活才 move 过去的，因为是的，你在小红书现在大家都玩吗？我的天哪！你不觉得那边的美女也全都是上海那边的，然后很多明星也定居上海呀。然后一提到上海，就有什么有很多法式老建筑，哇，看起来好像仿佛在国外，就感觉高大上在外滩，然后又有一些复古的东西，欧洲风情的东西都有，就什么东西你都能找得到。而且之前说上海的那个土特产就是 brunch。Seriously？ 上海的那种好像自己的那种什么早餐已经弱化掉了，现在一到上海就想要去要去吃个 brunch， 要过那种很小资的，就是等一下，上海传统早餐你让我猜一下，我其实不知道，小笼包吗？对啊，生煎包什么的。OK， 其实我也没有吃过，就一直吃 brunch 是吗？OK， 还有就是你知道我们其实很 proud， 重庆本身是出美女的嘛，就平时，那你现在到上海是有压力还是没压力？出街的时候？我觉得上海美女就是有一种怎么说呢，很轻龙，但是就是比较有特色的感觉，就是她们很有自己的 style。就是其实你觉不觉得川渝地区的美女是一个 style？ 算就是那对，小乖小乖的。对，我俩这种类型。我就不要算了嘛，你算一个。你怎么不是呢？人家谦虚。然后，但是上海这边好像 style 蛮多的，就是我感觉还是走的时尚 icon， 就是那种我觉得会不会因为算是金融中心吧，就会不会美女的气质里面有一些精英的那种气质在，会不会有那种感觉？那我就觉得你很适合这里啊。我这么拉垮我精英吗？精英啊，很适合。我们一会儿可以谈一下你的经历，就知道你有多精英了。现上海、香港3地的比较，因为你在这3个 OK， 重庆不算大城市，但是呢，算是中国比较有特色的城市。OK， 你来比较。不算大城市这句话说起来会被喷吗？对不对啊？重庆是中国最大的 city， 对。我傻了。我觉得就是在重庆呢，因为是自己的家乡，还是有一种主场的感觉。就是不管是跟任何的人发生矛盾，或者是说有什么纠纷的时候，你还是会更有底气。但是呢，上海和香港又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他们特别的有规则，就是说哪怕你发生任何就是这种 conflict 的时候，你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规则去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需要你费太多的就是人力或者去关系或去找人或怎么样。这一点是就它是有秩序，你的意思就是它有秩序，它有自己修复的一种功能，就不需要人为的太多的去干涉，或者说一层一层的去解决。对，但是呢，像这种灵活这种秩序下面呢，可能就会丧失一些灵活度。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之前我有一次去看那个音乐节，然后呢，在上海这边嘛，然后音乐节一出来的那个出口呢，它其实那个地方呢，大家都在那里打车嘛，等车，然后有很多交警在那里，其实大家都站在那里，车一来，人一上去，然后就可以车马上就开走了，这就是一种灵活度吧。OK，
一定是要遵循它的那个规则说，这里不能停车，不能聚集，然后所有的你要上车的乘客得往前走2000米，走到公交车站的前面的某一个停车点，然后你才能上车。然后就看见一个现象，就是车在慢慢的开，人在追着它跑，就是这种很weird 的现象，但是其实也很危险，因为人是在和车并行的那个公路上跑。对呀，所以说你好像是在遵循这个规则，是为了维护人的安全或是车型的安全，但是反而又陷入了另外一种不安全当中。对对对，所以说如果是稍微变通一点，就是说比如说你车可以稍微停一下2-3秒，并不会造成什么拥堵啊，你上车就走，上车就走就好了。如果说你那个乘客没有到的话，你再开到前面去，我觉得这样是可以。在上海是吗？这在上海是吗？对，上海。我觉得这种事情倒不会发生在新加坡，但我会觉得啊，上海其实怎么讲呢？就像你说的，他们是有 order 在，但是还不够健全。就是说，如果大家去 obey 他们的那些规章制度，但是因为 obey 这种规章制度而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他却没有更好的补救措施，就不健全，不够健全，就感觉是这样子。那新加坡一般遇到这种事情，他会，我觉得遇不到，就是他们会把各种可能性啊全部考虑在内，就任何 emergency 发生，他们都有预案。就那种感觉，就觉得很健全的体系。对。然后在重庆这种现象也不会发生，因为重庆没有那儿。就是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哈，虽然可能现在不会，就是有的司机比较野，就是双黄线也在掉头，然后单黄线也在停车。对。我上次看一个视频，是直接从一个楼梯上滑下去嘛，就那个太对。我个人觉得跟重庆人性格有关，冲得很，就谁都不怕。对，就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对，交警得跟你两个来起，就是对，就是那种感觉，就如果不把他逮住，他就不怕。对，所以说这一点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然后香港就是，我觉得香港跟上海还是蛮像的吧，在这一方面。但是我觉得香港更像新加坡，可能你说的，他是把各种预案都有想到的那种。对，就健全一些。是的。对。那你 so far 会想说，在你最喜欢的一个城市的节奏？就是我觉得现在还是最喜欢上海吧，因为就是上海就是周末有一点点文艺生活，然后又在一个远离父母的地方自己待着，然后在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外。然后因为在重庆就是感觉太熟了，一切都没有很多的新鲜感，没有新鲜感了。但是我觉得在上海也有一个，就是也有一些，就是这种不是自己的主场，还有一些遇到一些比较tricky 的事情，就是也会觉得很无助的时候。我家这个 loft 2楼的玻璃又炸了。哦，对，我看你发朋友圈了，好像是凌晨4点钟的时候，我就听到哐当一声，整个玻璃然后全部碎了，然后噼里啪啦就往地上掉。然后幸好那个时候我在睡觉嘛，然后楼下没有人，所以说就人身安全还幸好得到了保障，不然的话，有时候又是一个人住，又是一个人在上海，真的是就你有一种死无全尸的感觉。你要是就是煤气病毒或什么，你都不知道。对呀，其实这样讲我还蛮佩服你。我觉得我 so far 是没有一个人生活过的，就因为在学校，你其实在学校安全感多得多。我只有在学校的时候一个人住宿舍，然后之后一毕业，然后就跟我男朋友在一起的，就他会 take care 我。对啊，天哪，我觉得你而且我跟你说嘛，就是这也是我第一次一个人生活。习惯之后哈，我相信你真的是会成长很多。之前律师行业，然后是在律所工作过，然后进了银行，相信跟律师没有半毛钱关系，对吧？现在跟银行有没有半毛钱关系？跟你以前做的业务？现在跟银行也没有半毛钱关系。好的，可以讲一下你为什么跨那么多，然后 motivation 是什么？然后
就各种怎么遇到的困难，或者说心得之类的东西吧。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觉得经历很神奇，就是本来我也以为我一直的职业生涯道路就是读法律，然后做律师，然后就怎么样，但是发现好像你真的在过现实生活当中，每一次的变更你都猝不及防。当时在香港做律师的时候，做的是诉讼相关的一些事情，就是比如说股东诉讼呀、离岸的一些诉讼啊，有一些香港的民事诉讼啊。OK， 对，然后这一套呢，你如果再回大陆内地之后，又没有办法运用，因为法系不一样。法系不一样，然后在重庆这样的地方又没有什么 BVI 或是离岸case，然后当时我又不愿意去做那些就是民事啊、刑事啊这样的，所以说就换到了银行吧。我觉得一个契机就是我无论是换的工作换银行，还是换现在互联网，我觉得好的一点就在于这样的稍微大一点的企业它不是在看你1:1的这种经历的匹配度，还是看整个人的就是背后的抽象的提炼出来的一种能力和 qualification 吧。我觉得这样很好，这样很好，就相当于你其实转行业并没有要求你事先去 get 所有这个行业需要的 skills， 而是大公司都 provide 你一个平台去学习，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你的 potential， 所以愿意把这个平台提供给你。对，就这样很好。对。或者是说，其实你可能有小小的一些交集，比如说你在做诉讼的时候，你设计了一些银行的业务，然后可能有一些小小的交集，但是其实大的做的事情是没有大相关的。然后比如说我现在互联网的工作，其实也底层也涉及跟金融机构跟银行什么打交道，但是呢，现在打的交道又跟以前打的那种做的，比如说以前做的是商业贷款或是发债，就是这种融资类相关的东西，现在做的可能是支付啊、清算啊这些相关的东西，就虽然都是跟银行打交道，但是完全不一样。但是就是他能够觉得你以前的经历当中能够体现出你的就是抽象的一些能力的话，他还是不谦虚的讲，你感觉你自己的优点是什么？为什么这些大公司还是看重你呢？不要谦虚。或者我先来讲一下，你看准不准啊？因为我其实没跟你工作过，但我就跟你平时相处中，我觉得你跟人打交道是很厉害的。就是我受苦怎么回事？为什么你却给我这样的感觉？就我觉得你跟人打交道 distance 保持得很好，不会让人觉得你哇超级的热情，也不会觉得你很冷淡，一个刚好的那种温度。然后你不管你是在律所是要跟客户打交道，还是银行，其实你也是见客户。你现在的工作会不会见客户啊？不会。对，然后你跟他相处的过程中，你觉得可以把自己怎么讲呢？最好的一面 present 出来，然后给人的印象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人，懂吗？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还蛮重要的，特别现在工作中，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看中这一点。所以就是带一点点自来熟，但是又不要太熟，就是有那种感觉，就你把握的很好那个度，就我也说不出来。我觉得我就做事情来说我不知道那些面试官有没有 get 到我的这一点。我觉得我是做事情蛮有条理的一个人，我很喜欢做 to do list， 然后一项一项把它划掉，和分步骤，就是说你要达成一个 target， 你要怎么分步骤来做。然后一件事情就是我会把它记在心里，我不会就是说好像就把它放一边或者忘了，就是这种。就是如果一件事情没有完成，我觉得一直我心里会有一个疙瘩，就有一点强迫症这种感觉。一模一样，跟我一模一样。就是今日事今日毕。对，我觉得可能恰好其实你在的这几个行业，估计这种品质是需要的。那你会现在有想好理想的生活什么样子？然后有没有说你的 to do list 有没有列出来为你的理想？两种打算，就是一种是2个人一起生活的打算，一种是1个人一直生活的打算。然后其实我在变换城市的时候，就是已经做好了1个人一直生活的打算。OK， 然后就是如果说是1个人一直生活，我就可能是比如说
我前提是我一直找不到对象哈。然后我觉得如果一直一个人生活的话，我就想，比如说在上海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可能我又会想体验其他城市的工作了，又去其他城市工作，比如说在上海工作5年10年，可能在其他城市又工作5年10年，然后就可能退休，或者是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我是一直在把它，就是说有 plan 吧，只是说是一个时间点的问题，到底哪个时间点来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生活的话，其实会很简单，就是随遇而安，然后自己想干嘛就干嘛就好。那你 so far 觉得 enjoy 你现在这样的生活状态吗？还可以，还可以。短期内的目标有没有说还是想试一下2个人的生活？对，我觉得想试一下2个人生活。如果是真的可以在上海 settle down 的话，那我对2个人的生活就是可以，就是2个人住在一起，然后就是有烟火气息的小日子，然后下班可以遛狗、遛弯、散步，周末可以一起去看演出，然后年假可以去看星星。出国玩吗？好像还没有很焦虑，对于不管是对于结婚、对于生子这些事情都工作都好。对，就是如果说你的个人的精神世界很丰富的话，其实这些东西进不来你的那个，敲不开你的那个门。对，不能同意更多。好了，我们谢谢妮娜，她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灵魂，也希望她快快的在上海找到自己合拍的另一半。拜，我们下期节目再见。